那都说 AI 很厉害，作为一个曾经离 AI 也算是近的人，我就想看一看 AI 到底能够帮我干什么。那虽然市面上的 AI 剪辑软件也很多，但是真的多到让我看着很头疼。所以我就花了2天的时间，用 AI 给我做了一个只服务于我自己的小视频编辑器。我目前还不追求它给我一键剪出一个什么电影质感的视频，但是至少可以帮我把一个混乱的口播视频剪得干净一点，只服务于我自己的小型的，重来，只服务于我自己，然后顺便加一点 B-roll， 这样能省一点时间是一点吗？然后视频最后我也会告诉你我做这个一共花了多少钱。那首先想要搞清楚 AI 能够给我们干什么，就得知道传统剪辑视频的流程以及它到底卡在了什么地方。那第一步就是要听整条片子，剪掉里面的空白停顿、口头禅啊、清嗓子、重复表达，还有嘴瓢说错话的时候。那另外还要留足气口，防止听起来像开拖拉机一样根本不换气。第二步就是根据脚本找到适配的场景 B-roll， 下载素材，然后再把这些素材呢卡在那个视频时间节点上，最好是每20到30秒就插入一段。那第三步就是要加一点特效，缩放，还有说到数字的时候可能可以显示一些数字更加直观，然后还有加章节等等。第四步就是要加字幕，但是要校准字幕，防止有错别字。第五步要统一响度，制作封面、导出、检查之类的。那别的软件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在用剪映。像第一步剪映其实也有提供一定的粗剪功能，比如说剪停顿、重复，还有语气词。但是我基本上只用里面的剪空白功能，因为剪错句和重复很不好用，而且我其实是希望视频里面能够保持一定的像啊之类的语气词，这样听起来就比较自然嘛，而且剪映也没有留说话气口的功能。那到第二步就更 manual 了，费时间不说，在剪映里面找到的有版权的素材还不一定贴切。那到了第三步，其实我自己也是不太会搞特效。然后到第四步的话，虽然现在字幕都大多数自动加上去的，但问题是像我这种经常中英夹杂的人，然后识别率是真的不太行，所以我就让 AI 自定义了接下来4个剪辑阶段。先说第一阶段，粗剪，只需要在网页上上传口播视频，还有字幕文件，它就会自动的检测长空白。这里也不是把所有的静音和空白都剪掉，你可以设置静音阈值，还有最短的长空白时长，还有以及统一气口的时长。例如这里默认的是 0.8 秒以上的长空白就要剪掉，保留 0.25 秒的气口。这个很重要，因为完全没有呼吸的口播，听起来没有什么活人感。那除了这个基础功能，更重要的是想要检测并且删除重复或者说错的片段，并且要去掉口头禅。然后你在网页上点击 Clean Pass， 它就会输出一个审核表格。在界面上呢，我故意没有把几十条的长空白全部扔到审核表格里面，因为这部分的判断错误率比较低，所以我就直接删了。但是我会在页面上显示说检测到多少处长空白，然后预计要删除多少秒之类的。那真正需要判断的我才会留到表格里面，比如说重来检测。就我自己的习惯，我录错的时候会故意说一个重来，然后再重新讲一遍，所以这里面就会把重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标记，然后保留最后一遍说的，删除前面所有的错误和重复。然后还有就是口头禅检测，比如说像啊之类的，这些也不应该盲删，因为有的时候这些是废话，但是有的时候它也是句子里面的自然节奏。在人工快速审核完之后，点击生成 Clean Video， 然后系统就会根据之前的审核结果，然后生成一个粗剪视频。接下来 Clean Video 出来以后呢，第二个阶段就会按照视频的时间轴生成一个 B-roll 建议表，
那建议表里面会显示原文的片段、视频的位置、具体的搜索提示词，还有2个推荐的视频。那我故意选择了2个来自不同平台的，对比了一下，一个是 Pexels， 一个是 Pixabay。Pexels 出来的匹配度要好一些。那我也不想疯狂的塞 B-roll， 所以策略大概就是大约10秒左右，或者是只有在有意义的时候出现，比如说一些像熊市呀、50岁退休之类这种很有画面感，或者是需要解释的概念。那在表格里呢，可以逐条选择要不要用，或者是采用哪一条建议。后面我也想连接一下 AI 视频生成的功能，给一些抽象画面或者是概念生成一些动态视频。然后在选定素材以后呢，你就可以一键添加 B-roll 到之前的粗剪视频里面了，就不用每次要下载然后拖进剪辑软件里面。接下来到第3阶段，这边我想做口播增强，比如说在 B-roll 没有覆盖的片段，自动识别关键观点，像提到重要结论啊、转折还有风险提示之类的，画面可以自动推进或者是缩放，或者说提到数字的时候加一些数字小卡片。那这些其实我都试了一下，效果其实都一般，所以我暂时就弃用了这个阶段，但是后面打算再仔细研究一下。最后阶段是字幕，那之前提到呢，自动生成的中英文夹杂字幕不仅仅准确率有点不理想，还有很多漏掉的句子，所以我这里就想让它根据我提供的视频口播脚本，然后校准修正一下，但是也不要完全的匹配，毕竟录的时候也很难保证口播和脚本的完全一致，所以就希望它只改动有明显的错别字或者是同音不同字的部分，还要补上空缺的字幕，然后最后直接把修正的字幕烧录到视频的底部还要保留一个可下载的字幕文件。那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完全实现修正的部分，这个也是我接下来想要研究的，毕竟盯着屏幕矫正字幕还是一个非常费眼睛的活，所以我还是很想要研究这个。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花的唯一的钱就是 Codex 的会员$20每个月。那剪映的会员我本来就有，其余用到的工具都是免费的，下载下来直接在本地跑。那接下来我还会继续研究之前提到的没有实现的功能，到时候就应该要花一些额外的钱了。比如说 AI 生成视频肯定是要钱的，校准字幕也要买一些 token， 那我已经看过了，是没有免费的工具可以用的，不过我听说了也不贵。那我的观点就是，要是能够花一点钱，然后省掉一些时间和精力，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上，那还是很赚的。如果你也在剪口播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剪辑流程和痛点。我是龙龙，我们下期再见。